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，明明什么都有了，却觉得整个人快要被掏空了？房子有了，车子有了，职位有了，存款也有了一点，可是你躺在沙发上刷手机，刷着刷着，心里忽然涌上来一阵说不清的空，你不敢细想，赶紧又滑到下一个视频。这个时代好像得了一种奇怪的病，我们拥有的东西越来越多，快乐却越来越少。我们认识的人越来越多，能说真心话的却越来越少。我们把自己的时间填得越来越满，心里的踏实感却越来越薄。我们像一只背着壳走了太久的蜗牛，壳里装满了战利品，却重得快要走不动了。松浦弥太郎的这本50岁后我想这样过，就是在这样的节骨眼上轻轻地问了我们一句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也许人生的问题从来不是你得到的太少，而是你一直都没有学会放下一点点。他说，人过50，真正要学的事情不是抓紧，而是松开，不是抓住更多，而是松开那些已经不需要的东西，不是继续往前冲，而是终于可以停下来，看一看自己到底走到了哪里。这本书写的虽然是50岁以后的生活，可它真正要讲的是每一个被生活追赶得太久的人都需要的那个答案。如果你也常常觉得累，觉得满，觉得心里好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，那么接下来的几分钟，我想陪你慢慢聊一聊，后半生我们到底可以怎么过。如果你喜欢这样安静又有深度的一些分享，记得先点一个订阅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每一次在深夜里的谈话了。我们先来拆穿第一个执念，那就是拥有等于安全。你从小听到的道理都是要多赚一点，多存一点，多买一点，好像人生就是一个储蓄罐，你往里面投进去的东西越多，晚年的底气就越足。于是你拼命工作，拼命换更大的房子，拼命往家里添置东西，好像哪里空着就是一种浪费。可是你想过没有，你拥有的每一样东西都是要花时间去养的。一件大衣要挂起来，要防潮，要定期打理；一套音响要擦拭，要调试，要偶尔打开来听一听，不然会坏；一个小小的阳台种了几盆花，你出个远门都要惦记着有没有人浇水。这些东西安安静静地站在你家里，不说话，不打扰你，可他们一直在悄悄地花着你的时间和心思。松浦弥太郎说，人到了一定的年纪，要学会做减法，减到身边只剩下真正有用的，真正喜欢的，真正让你心动的东西。这听起来好像是丢掉东西，其实丢掉的是负担，是那些你以为自己需要，其实从来都不需要的东西。这就像一扇堆满旧衣服的衣柜，你以为衣柜塞满了，日子就丰盛了，可是你每天早晨打开它，翻来翻去，还是觉得没有衣服穿。那些衣服挂在那里都不难看，可都不属于现在的你了。它们占着你的空间，也占着你的心。真正的安全感从来不是来自你拥有多少，而是来自你就算失去一些，也依然能够好好生活。一个知道自己真正需要什么的人，哪怕只拥有很少的东西，心里也是满的。一个什么都想要的人，哪怕坐拥整座金山，夜里还是睡不着。你仔细想想，你身边最让你安心的一件东西，它值多少钱呢？往往不值钱。就是那盏用了很久的台灯，就是那床盖了很多年的被子，就是那个陪伴了你10几年的旧杯子。让你安心的从来不是贵重，而是熟悉，是陪伴，是那份安安静静待在那里的笃定。我们花了大半辈子去囤积那些自以为能够带来安全的东西，到头来才发现，真正让我们安心的，其实是那些一直就在身边，却被我们忽略了好久的小东西。再来说第二个执念，那就是被需要等于有价值。我们从小受的教育，就是要做一个有用的人，要懂事，要优秀，要靠谱，要让人放心。
慢慢的，我们活成了所有人的依靠，父母的依靠，孩子的依靠，同事的依靠，朋友的依靠。我们习惯了手机一响就马上回，习惯了把别人的需求放在自己的需求前面，习惯了哪怕自己已经很累了，还是笑着说没关系。你以为是别人需要你，其实是你需要被别人需要。因为被需要，你才觉得自己是存在的，是有价值的。可是松浦弥太郎在这本书里问了一个很扎心的问题。他说，如果有一天你不再被任何人需要了，你就没有价值了吗？如果那个位置换人了，你还愿意继续做原来的那个你吗？他把人过50当做一个重启的开关，提醒我们，到了这个年纪，最大的功课就是学会把注意力从别人的身上收回来。这听起来好像有一点自私，其实恰恰是最大的善意。你只有先把自己照顾好了，才有真正的力气去爱别人。你只有先让自己的心满了，流出去的爱才是真的，才不会带着委屈和牺牲的味道。这就像船舱里的锚，你以为是那个沉甸甸的锚，让船在风浪里有了依靠。可是如果你一直不把锚收起来，船就永远只能停在那里，哪里都去不了。你把根扎在所有人的期待里，那些人笑的时候你跟着开心，那些人哭的时候你跟着难过。你活成了所有人的回音壁，却忘了问一问自己，你今天心情好吗？你今天累不累？你今天有没有为自己活过哪怕1个小时？其实别人需要你，不代表你要有求必应，别人期待你，不代表你要全盘接受。真正的成熟，是终于能够说出那一句，对不起，今天我不行。这句话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难，他说出口的时候，你会觉得肩膀上的重量忽然就轻了一点点。你不需要成为所有人的依靠，你只需要成为自己的依靠。第3个执念是把孤独当成一种病。我们好像特别害怕一个人待着，一个人吃饭一定要对着手机，不然就觉得冷冷清清。一个人走路一定要戴着耳机，不然就觉得有点尴尬。一个人待在家里，明明什么事都没有，却忍不住一遍一遍地点开社交媒体，好像不看一点别人的动态，这一天就白过了。我们把这个时代叫做社交时代，可奇怪的是，我们天天都在社交，心里却越来越孤单。松浦弥太郎说，孤独不是一种病，孤独是一种能力，是一种可以和自己做朋友的能力。他年轻的时候也很怕一个人，总想着要待在人群里，要热热闹闹的。后来年纪慢慢大了，他才发现那些真正让自己感到安定的时刻，几乎都是独处的时刻。清晨泡一壶茶，什么都不做，就看着茶叶在热水里慢慢舒展开来。午后坐在窗边，不看书，不听音乐，就安安静静地晒一会儿太阳。傍晚出门散步，没有目的地，就是走一走，看看路边的树，看看别人家的窗户里亮着什么样的灯。这些时刻没有掌声，没有观众，没有人在旁边夸你做得很好，可是你的心就在那些无人看见的安静里，一点一点地饱满起来。你知道吗？孤单和孤独是不一样的2件事。孤单是一种匮乏，是身边明明没有人，心里却还惦记着别人的目光。而孤独是一种丰盛，是你终于可以不用扮演任何一个角色，终于可以摘下面具，轻轻地舒一口气。一个人喝茶的时候，茶是满的，杯子是满的，心也可以是满的。一个人走路的时候，路是你的，风是你的，晚霞也是你的。这世间所有的关系，说到底都是你与自己关系的延伸。你和自己相处的舒服了，你和别人相处才会真正的自在。如果你现在还是觉得一个人待着很难受，那就从每天15分钟开始，找一个不被打扰的角落，坐一会儿。第1个星期可能还是有点慌，慢慢的，你会发现那段空白
开始变成你一天里最期待的时光。你看，我们说的这3件事，拥有、被需要、不孤单，听起来都是很正当的追求，可它们合在一起，就织成了一张绵密的网，把现代人牢牢地裹在里面。我们拼尽全力，想要获得一点安全感，想要证明自己的价值，想要摆脱心里的孤独感，结果却越来越累，越来越空，越来越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。松浦弥太郎把这种状态叫做心的堆积。他说，一个人的心如果堆了太多不需要的东西，就会像一间堆满杂物的房间，再也没有地方安放自己。而50岁不是人生的下坡路，恰恰是清理这间房间的最好时机。你终于有资格停下来，把那些不属于你的东西一件一件的轻轻的拿出来放下。那么到底要怎么清理呢？松浦弥太郎没有给我们宏大的计划，没有让我们去戒烟戒酒，没有让我们去改变世界，也没有让我们去制定什么人生清单。他给的方法，朴素的让你有一点想笑，又温柔的让你有一点想哭。他说，好的生活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小小的规律，每天早上在同一时间醒来，不管今天是周几，不管今天有没有安排，醒来之后，先不急着看手机，先拉开窗帘让光进来，然后你把被子铺平，把枕头放回原来的位置，把床单上的皱褶轻轻地抚平。你知道吗？只是这个简单的动作，就会让你觉得今天是我自己选择的开始，而不是被闹钟和消息推着开始。然后你去烧一壶水，烧水的时候不要玩手机，你就站在那里，看着水慢慢地冒热气，听着水壶的声音从安静到沸腾。然后你泡一杯茶，坐在窗边，慢慢地喝掉它。你可以什么都不想，你也可以想任何事，这一杯茶的时间是完完全全属于你的。松浦弥太郎说，这些微小的重复的事情看起来毫无意义，其实是在给散乱的心打下一根一根的桩。日子有了桩，人就不会飘。我们总觉得生活要足够精彩才算没有白活，可是你回头看看，那些让你内心安定的时刻，哪一次是因为精彩呢？往往是那些不起眼的重复，是每天早晨那一杯不变的热水，是每天晚饭后那一小段不变的散步，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那一小段不变的阅读。它们像一条温柔的轨道，让每一天的你都能顺着轨道稳稳地回到自己。你每天整理床铺，不是在整理床铺，你是在整理自己。你每天合上抽屉，不是在合上抽屉，你是在告诉自己，今天的事情今天就可以告一段落。我记得这本书里有一个特别安静的画面，关于抽屉。松浦弥太郎说，人的心就像一摞整齐的抽屉，你打开这个抽屉，里面装着工作，有做不完的表格，回不完的消息，约不完的会。你打开那个抽屉，里面装着家庭，有孩子的功课，伴侣的表情，父母的健康状况。还有一个抽屉装着过去，装着那些让你遗憾的、后悔的、放不下的事。再打开一个抽屉，里面装着未来，装着你对老去的恐惧，对疾病的担心，对未知的不安。我们之所以常常觉得累，就是因为我们在同一个时刻把所有的抽屉都打开了。工作的时候想着家里的烦心事，陪家人的时候又惦记着没做完的工作，夜里躺下了，白天的委屈和明天的担心一起涌上来，所有的抽屉同时开着，所有的线头一起牵着。你当然会乱，会慌，会喘不过气，而幸福的能力其实就是合上抽屉的能力。工作的时候你就只打开工作的抽屉，其他的暂时合上。陪家人的时候你就只打开家人的抽屉，工作的事情等回到书桌前再说。睡觉之前把今天所有的抽屉都轻轻地合上，
告诉自己，今天的事情已经做到这里了，剩下的交给明天。这个画面我特别喜欢。你想象一下，夜深了，房间很安静，你走到那一排抽屉前面，一个一个轻轻地把它们合上，咔嚓咔嚓咔嚓，世界的声音一点一点小下去，你的心也跟着一点一点静下来。然后你转身走向床，躺下，被子盖好，这一夜无梦。我常常想，所谓幸福的后半生，大概就是拥有合上抽屉的能力吧。不是把所有的事都解决完，不是把所有的问题都想明白，而是允许有些事暂时合上，暂时放下，暂时不想。这也是一种勇敢。这本书里还有一个我很喜欢的比喻，他说，你可以亲手种一棵属于自己的树，这棵树不需要长得很快，不需要开很美的花，不需要结很甜的果子，也不需要任何人来参观。你只需要每天给它浇一点水，偶尔和它说说话。有时候你忙着忙着会忘记它，没关系，它还在那里，安安静静地等你。有时候你心情不好，会搬一把椅子坐在它旁边，它也不说话，它就那样陪着你。这棵树其实就是你自己。你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你活得很好，你只需要稳稳地站在自己选择的地方，一点一点向下扎根。我一直觉得，这是对成长这个词语最好的解释之一。我们从小就被教育，要向上，要往前，要高，要远。可是松浦弥太郎说，人过50，真正重要的不是再长高多少，而是扎稳多少。一棵树真正让它站得住的，从来不是它伸向天空的枝桠，而是它埋在土里的根。枝桠是用来被看见的，根是用来活命的。人生上半场，我们都在拼命长高，想要被看见，想要被夸奖，想要站到更高的地方。到了下半场，我们终于可以安安心心的把自己扎扎实实的扎进土里。扎根的日子看起来好像很慢，很笨，不精彩，不热闹。可是风来了，你不倒；雨来了，你不怕。因为你的根已经深深地长在你自己选择的土壤里。这棵树不需要很大，它就是你的生活；不需要很完美，它只需要真实。你每天给它浇水，它每天给你阴凉。你认真的生活，生活就温柔地回应你。这就是一棵树和一个人之间最朴素也最深刻的约定。除了这些小小的仪式，还反复地提到一个词，叫做留白。我们活在一个拼命填满的时代，日历要填满，时间表要填满，手机屏幕要填满，连发呆的一小会儿都要赶紧拿起手机，点开点什么。我们好像特别害怕空着，好像空着就是浪费，空着就是落后，空着就是虚度光阴。可是松浦弥太郎说，时间不只是拿来用的，时间也是拿来浪费的。他会在下午给自己留出一段完全不安排任何事的空白，不约人，不看手机，不看书，不思考什么人生大道理，就只是坐着，或者躺着，或者站在窗前看云。你以为这样是在浪费时间，其实你是在给心灵留出一条呼吸的缝隙。你可以想象一棵被风从早吹到晚的树，它一直在摇晃，一直在响应，一直在摆动，它没有一刻是完整的属于它自己的。这样的一棵树看着好像很活跃，其实它很累。人也一样，我们一整天都在响应，回应别人的消息，响应工作的要求，应对外界的变化。如果我们不给自己留一点不响应的时间，那么我们的生命就永远是被动的活着。而那个空白是主动的，是你在说，现在这一刻，我不想被任何人任何事打扰。那一点留白，可能只是10分钟，泡一杯茶的功夫，可能只是你站在阳台上，看看远处云的那一小会儿，
可能只是你走在回家的路上，忽然停下来，闻一闻路边花的味道。但就是这一点点的留白，让这一天不再是一段被榨干的甘蔗，而是一段有呼吸、有缝隙、可以透气的时光。50岁以后，最奢侈的事情不是拥有更多的钱，而是拥有一些不被打扰的空白。说到钱，我想起这本书里关于金钱的看法也很不一样。我们总觉得钱越多越安全，于是拼命存钱，拼命理财，拼命让账户里的数字变大。可是松浦弥太郎问了一个问题，他说，你存那些钱到底是为了什么？如果是为了安全感，那么要多少钱才算够呢？他说，一个人如果心里没有安全感，给他多少钱他都还是慌的。一个人如果心里安定，哪怕钱不多，日子也能过得有滋有味。这不是说钱不重要，而是说钱的真正作用不是用来填补恐惧，而是用来支撑生活。他把钱分成2种，一种是为了让自己安心的钱，一种是为了让自己开心的钱。安心的钱要留够，那是你稳稳站在地上的底气；开心的钱要舍得花，那是你活着的感觉。买一束花放在桌上，去吃一顿惦记了很久的饭，去看一次海，给喜欢的人挑一件小礼物。这些看起来不划算的花费，其实才是最值得的花费。因为生活不是一场存款比赛，生活是每一天实实在在的体验。你存在银行里的数字，只有在你需要它的时候才有意义。而你花出去的那些钱，换回来的那些片刻的快乐，那些看见的风景，那些让你心头一暖的瞬间，是已经长进你生命里的东西，谁也拿不走。还有身体，我们年轻的时候好像从来不觉得身体会出问题，熬夜没关系，第二天补一觉就好了，乱吃东西没关系，年轻就是本钱，腰酸背痛没关系，忍一忍就过去了。我们总是把身体当作一台永远不会坏的机器，使劲的用，忘了它也需要保养，也需要休息，也需要被温柔的对待。可是过了50岁，身体开始用各种方式提醒你，他陪你走了这么长的路，他累了，他需要你好好看看他了。松浦弥太郎说，到了这个年纪，最重要的不是和身体较劲，而是和身体和解。你不可以再像20岁那样逞强了，但这不是一种失去，而是一种智慧。你开始知道，早睡比任何补品都管用。你开始知道，走路的时候看看路边的花，比急着赶路更重要。你开始知道，体检报告上的数字不是用来吓你的，是用来提醒你要对自己温柔一点。身体不是一个你要战胜的对手，身体是你在这世上最忠实的伙伴。他陪你吃过苦，陪你熬过夜，陪你走过那么多风雨，现在轮到你来照顾他了。真正的爱自己，不是买最贵的保养品，不是去最贵的健身房，而是认真的对待每一天的吃饭、睡觉和呼吸。好好吃饭就是爱自己，好好睡觉就是爱自己，好好呼吸就是爱自己。关于关系，这本书的提醒也很温柔。我们这一生会遇到很多人，有些人陪你走一程，有些人陪你走一段，很少有人能陪你走到终点。年轻的时候，我们害怕失去，用力去抓住每一段关系，好像抓得越紧，对方就越属于你。我们用消息轰炸对方，用承诺捆绑对方，用情绪勒索对方，可是越用力，关系反而越累。松浦弥太郎说，好的关系不是绳子，是河流，你们各自向前流动，却在某一个转弯的地方相遇，然后彼此照亮一段时间，再各自继续。真正的爱不是把对方绑在身边，而是即使对方远行，你心里也依然安定。过了50岁，我们要学着把一部分紧握的手松开，不是不在乎了，而是知道有些东西松松的放在那里反而更稳固，就像你手里的一把沙，
你握得越紧，它流得越快。你轻轻摊开手掌，它反而安安稳稳地留在手心。对朋友是这样，对孩子也是这样，对伴侣更是这样。我们总是以为爱一个人就是参与他的全部，替他做所有的决定，把他的事当成自己的事。可是松浦弥太郎说，真正的爱是守望，是祝福，是你在他的身后静静地支持他，让他安心地走向自己的路。你不需要攥着谁的手才能感到安全，你只要知道你们心里有彼此就够了。这样的关系才能走过漫长的岁月而不觉得疲惫。还有一个让我们累的东西，叫做比较。从小到大，我们都在比较中长大。小时候比成绩，长大了比工作，比收入，比房子，比车子，比孩子的成绩，比谁过得更好。我们好像永远都活在别人的眼光里，永远都在问自己，我还不够好吗？我是不是落后了？松浦弥太郎说，人过50，最重要的一场和解，就是和自己和解，是不再比较。因为你终于明白，人生不是一场比赛，没有统一的赛道，没有统一的终点。每个人走的路都不一样，看到的风景也不一样。你羡慕别人手里的果实，可你不知道别人为了那颗果实付上了什么样的代价。你觉得自己的生活平淡，可你不知道多少人正偷偷羡慕着你的安稳。你看别人的朋友圈光鲜亮丽，可你不知道屏幕那边的人可能也正独自面对着他自己的深夜。我们总以为幸福在别处，总觉得只要换一份工作，换一座城市，换一个伴侣，一切就会好起来。可是松浦弥太郎说，幸福不在别处，幸福就在你眼前这个不起眼的日常里，在一顿简单的晚饭里，在一杯温热的水里，在夜里为你留的那一盏灯里。我们一直在追赶远方，却忘了自己脚下已经站着一片可以称之为家的土地。还有一个50岁之后会特别容易冒出来的问题，就是我是谁？我们很多人活了大半辈子，一直靠一个头衔活着。你在公司是经理，是总监，是那个名片上印着名字的人。你在家里是父亲，是母亲，是那个负责挣钱养家的人。可是有一天，你退休了，孩子也长大了，那个头衔没有了，那个每天等着你去处理的工作没有了。你忽然发现自己好像空下来了，这种空不是身体的空，是身份的真空。你坐在家里，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，不知道自己的价值在哪里。松浦弥太郎说，一个人如果把自己所有的价值都寄托在职位上，寄托在别人的认可上，那么这个价值是借来的，借来的东西迟早是要还的。而我们50岁以后要做的事情，就是找到那些真正属于自己的价值。那是一种不需要名片，不需要职务，不需要别人证明，你自己就能确认的东西。可能就是你会泡一杯好喝的茶，可能就是你很会照顾植物，可能就是你对朋友特别体贴，可能就是你的笑话讲得很好。这些不写在简历上的东西，才是你这个人真正迷人的地方，才是别人离开了你还会想念你的地方。一个人的价值从来不是他做了什么，而是他是谁。50岁之后，你终于有机会不再被那个职位定义，而是被你自己定义。这本书里还有一段关于遗憾的话，让我读了很久很久。松浦弥太郎说，人到了50岁，会开始反复地回想过去。你回想年轻的时候，也有过一些错过的人，错过的事，错过的一些决定。你有时候会想，如果当时我那样做了，现在会不会不一样？可是他说，如果你愿意诚实地看待过去，你会发现，正是那些遗憾，那些弯路，那些跌倒，才把你带到了今天这个位置。你走过的每一步都算数，没有一步是白费的。那些你以为的错误，其实都是你生命的一部分，它们把你塑造成了现在的样子。
我们不需要原谅所有的事，但我们可以学着把遗憾放下。过去已经过去了，它再也伤害不了你，除非你一直把它带在身上。年轻的时候，日子好像很长很长，长到我们觉得未来有无穷无尽的可能性。可是过了50岁，日子好像忽然变短了，短到我们开始认真地想，我还有多少时间可以好好生活？松浦弥太郎说，正是因为时间和生命都有限，我们才更要认真地选择，把时间花在真正重要的人和事上。不要等到生病了，才想起要爱身体；不要等到失去了，才想起要珍惜；不要等到很老很老了，才想起原来我一直没有为自己活过。这本书里还有很多句子，读的时候你会觉得心忽然变得很软。比如他说，做得好不是人生的全部，做自己才是。比如他说，衰老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，老去是身体在提醒你，要把注意力从外面慢慢地收回里面。我们这一生好像一直在学习怎么变强，要坚强，要勇敢，要有韧性，要打不倒。可是松浦弥太郎说，真正的坚强不是咬紧牙关不喊疼，而是知道自己疼的时候，愿意停下来好好休息。真正的勇敢不是什么都不怕，而是承认自己害怕，却依然往前走。真正的强大不是在任何人面前都无坚不摧，而是允许自己软弱，允许自己犯错，允许自己有一天什么都不想做。我们总是把坚强理解成硬，其实真正的坚强是柔，是像水一样，遇到石头的时候知道绕过去，遇到低谷的时候知道把自己填满，是像一颗芦苇，风吹过来的时候会弯下腰，可是风过去了，它又慢慢地直起身来。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允许自己不完美。我们活了大半辈子，习惯了要做一个好女儿、好儿子、好员工、好伴侣、好父母。我们把每一个角色都扮演得很辛苦，生怕哪里做不好，让别人失望。可是松浦弥太郎说，到了这个年纪，你可以不用那么完美了。你可以偶尔发脾气，可以偶尔把事情搞砸，可以偶尔不想理任何人，可以偶尔只想吃一顿垃圾食品。你可以接受自己的身体在慢慢老去，可以接受自己有些事情做不到了，可以接受自己不再像以前那样精力充沛。这些都不是失败，这只是一个人正常的、真实的活着的状态。你不需要用完美来换取爱，你不需要用懂事来换取安全，你只需要做你自己，然后相信那个不完美的你自己也是值得被爱的。这本书还教会我一件事，就是练习感谢。我们总是盯着自己没有的东西，抱怨生活里的不如意。可是松浦弥太郎说，如果你愿意花1分钟认真想一想，今天有什么值得感谢的事情，你会发现每一天其实都有。感谢早晨的阳光照进窗户，感谢楼下早餐铺的热气，感谢朋友发来的一句问候，感谢夜里那一盏等你回家的灯。感谢不需要很大的理由，感谢是一种眼光，是一种你选择去看见美好，而不是盯着遗憾的能力。每晚睡前，在心里数3件今天值得感谢的小事。1个月之后，你会发现自己看世界的眼光慢慢变得柔和了。最后，我想邀请你和我一起想象一个画面，那是我读这本书的时候脑海里反复出现的一个画面。傍晚6点多，天色将暗未暗，是一天当中最温柔的时刻。窗外有鸟飞过，风很轻，远处的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。你坐在窗前，腿上盖着一条薄薄的毯子，手边放着一杯已经温了的茶。你没有在刷手机，没有在想明天的工作，没有在担心什么，你就是那样安安静静地看着天黑。天从蓝紫色慢慢变成深蓝色，再一点一点
沉入墨色。你看着这个过程，一点也不着急。你知道天黑之后，夜晚会来，明天还会亮。你不再抵抗时间的流逝，你只是温柔地和它待在一起。那一刻，你忽然觉得自己和这个世界从来没有靠得这么近过。你不必是谁的依靠，不必是谁的榜样，不必证明什么，不必追赶什么。你只是一个人，坐在这里，好好地过着自己的一天。松浦弥太郎说，人过50，最好的活法不是赢过别人，而是驯服自己内心的焦虑，学会和自己好好生活。这句话，我想送给你。无论你今天是30岁、40岁，还是已经过了50岁，你都可以从今天开始，试着慢一点点，试着少一点点，试着把心往回收一收。50岁以后，我想这样过：不赶路，不囤积，不讨好，不比较，不慌张。清晨喝一杯温水，午后睡一个小小的午觉，傍晚看天色慢慢变暗，夜里把所有抽屉轻轻地合上，守着一个小小的家，过干干净净的日子。身边有3、5个可以说真心话的人，心里有一棵自己种的树，想笑的时候就笑，想哭的时候就哭，累了就休息，饿了就吃饭，把每一个普通的日子都当作礼物来过。这不是放弃，这是另一种勇敢。这不是变老，这是变完整。如果你也在心里偷偷地渴望过这样一种生活，如果你也觉得是时候慢下来了，那么谢谢你，在今晚这几分钟的时间里，选择和我一起安静地待了这么久。在这个快得让人喘不过气的世界里，我们还能拥有这样一小段时光，想一想自己到底要怎样过完这一生，这本身就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。如果你喜欢这样的陪伴，记得点一个订阅，也欢迎你把这一期分享给那个同样需要慢下来的朋友。愿我们都能温柔而坚定地过自己想要的生活。愿你的后半生慢慢来，好好过。晚安，好梦。